有些用得到。看一下这个眼睛，它的一个首先还是高光，找高光啊。这高光可以直接放在线稿的上面，也不要紧啊。然后找一个比眼睛的底色稍微深一点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把上面这半部分啊，其实是眼睑的一个阴影，我们给它做出来。然后我们找一下肤色啊，在这个眼睛的下半部分，我们抹上一点肤色，显得这个眼睛呢更加的透气一些。到它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把这个肤色啊稍微加的更强一点，有个强弱的差别。画布大家尽量开的大一点啊，开到 A4。A4 其实对于例会来讲是有点非常大了，但是我看好多同学开的太小了，就是你的画布可能拉到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马赛克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刻画了。A4 A4 很够了，很够了，很够了。画这种例会 A4 很够了。A6。600分贝啊，哦，600分贝应该是够了啊，这么大。好，在它的眼睛底部也加一点亮亮的啊。我们改一下线稿的颜色，觉得自己脑袋画的很大，那还不简单吗？脑袋画的大，你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耶耶，你都直接把整个脑袋选中，然后给它缩小不就行了吗？可以啊，缩小可以啊。那我们这种电脑作画的优势就在这里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传统手艺人，你就该嚎叫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光的形状啊，我们给它优化一下。可以的，尾巴。
这个是 OK 的啊。搞一个跟衣服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橙色啊，我们在瞳孔的周围稍微的给它划一圈，其实也就是丰富一下眼瞳的色彩啊，用一个比较高的饱和度啊，也是去做一个丰富色彩的工作。好，我们在线稿图层的上面新建一个图层啊，我们开始去处理一下这个眼黑跟周围肤色的一个关系。这个眼睛呢，我就不想加重色了，我就想有一点点那种比较朦胧的感觉，因为重色放进去的话，它其实是抠出一个视觉重心嘛，对不对？让感觉有定睛的地方。但是这个我就想不加重色了，啊，就是跟整个脸的肤色它其实是比较融为一体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做一下这个眼睑，先改变线条的颜色。
的底下，我们加一点点肤色上去啊，表现这个眼睑。找一个换一个颜色吧，搞黄色上去。三张眼睛画法形状都不太一样。哦，眼睛这种形状不是按着你的心意可以随便改的吗？我不是特别拘泥于说必须要怎么样的眼睛形状才是我的风格，我不是特别拘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去根据这个人物的性格或者特点去改一下眼睛的画法，这个很正常。但是因为大致的一个上色的方式还是很类似的嘛，所以大家其实也认得出来是我画的。就是你根据你想要的情况去保留它的特征，什么时候保留什么，对啊，什么时候保留一个下眼皮啊，什么时候保留一个下睫毛，对吧？然后什么时候去多几根眼睫毛，或者什么时候把那个眼睛的眼黑的大小或者形状进行调整，这些都是可以的，大家不用特别拘泥啊。我没有下眼皮是因为我经常画的都是像这样子比较开朗的小姑娘。如果我现在要画一个冷酷的小姑娘，那她就不是这个眼睛了。好的，然后我们在线稿图层的上面新建图层啊，我们去处理这个眼睑。这个眼头用它自己本身的这个颜色啊，然后跟我们的排线做一个过渡，用一点点的重色。眉毛也是不一样的人，他的那个眉毛是不一样的。因为像这张不是说想要那个比较自然的气息一点嘛，对吧？那就是这个眉毛。那你看我那个蝴蝶的小男孩那张，就是比较精致、比较易碎的那种吧，所以他那个眉毛其实都做的非常非常的细，单挑的。眉形大家也要掌握规律，然后就可以去根据人物捏不一样的眉形。比如说，如果他现在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对不对？那他的眉毛他就肯定不是这样的八字眉，他的眉峰肯定要高一点，眉头往下压一点，那气质截然不同啊，就是这么小小的线。所以面部这个东西大家要多花时间，它是一个容错率特别小的。
改一点点，一点点差别就差别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对，加一点点重色，模糊了眼黑和眼睑之间的一个界限啊，稍微加一点点重色。眼睛的处理啊，它是一个特别主观的处理，是二次元跟写实风的人物相比，最夸张变化最大的一个部位，能发挥的空间也很多。很多的画风，其实你说所谓画风的话，这个眼睛就很重要。眼睛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所谓的画风了，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建立自己的画风的话呢，可以往眼睛这边多想想啊。那么改变一下你们那个瞳孔的形状啊，对不对？然后突出一下你们自己喜欢的特征啊，保留的特征啊。比如说我是喜欢中间画一根睫毛，就是画单纯小姑娘的时候，对吧？那你们可以画3根。啊，或者说你们的那个下眼睑可以保留，然后保留的浓还是淡，用线条还是色块，对不对？哎，这个都可以考虑啊。这样子呢，想着想着，你们自己的这个风格就出来了。嗯，动画也可以啊。我们不是有一个同学，他那个眼睛画的特别好看的，你们记得吗？第一节作业课的时候，有个什么什么出秀，荒什么什么出秀是吗？那个同学，他就是特征都保留的比较的细致，刻画的比较多。嗯，好的，眼睛就这样子啊。今天这张的眼睛处理的，它的那个对比啊是比较弱的，重色也用的比较少啊。然后眼瞳和眼睑之间的关系界限也比较模糊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眼皮上面加一丢丢亮亮上去啊，好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面部的线稿颜色改一下。
所有的肤色啊，颜色调整一下。有些老师可能会处理的更弱一点啊，眼睛的话，它单个就是眼睛的局部，它会处理的更弱一点。更弱一点的好处就是整体看起来它跟这个肤色呀，它就是比较相融的，就有一种攻击性很弱的感觉，就软软糯糯的一种感觉啊。这是根据人物气质来。有些的话，你们可以看到那种攻击性超强的超强眼睫毛，对不对？那种的话，一看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浓墨重彩的角色。整体的调一下它的颜色，也是初调啊，之后还可以再调的。嗯，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画衣服啊，又开始了啊，又开始大家最喜欢的画花纹的一个环节了。啊，这种花纹的话，类似的非常多啊，我们随便找几个放在边上当一下参考。画花纹的话呢，不要去找素材随便贴贴，这样不好看，不漂亮。呃，什么东西？衣服上花纹，是不是一般用平面的方式，就勾边色块？对啊，这种本来就是平涂啊，它没有什么很强的光影。那你要是有光影的话，你平铺完了以后，你加上光影，然后在光影的一个作用之下，然后你还要对这个花纹进行处理的，有些要弱化，有些要强化。但是如果是强光影的图，其实就不需要这么细致的去画花纹了，它只是需要一点色块而已。而且太细致的话，它会抢那个光影的权重。啊，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个，加个颜色，也是补一个色块上去。
嗯，那就对。如果是强调褶皱的话，你的花纹就不要画这么多，最好是纯色。有刻画就是会很丰富啊。像一些如果是强调衣褶的衣服，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很少画这种很细的花纹的。一条白衣服都可以把褶皱画得很好看。一般人穿衣服不是衣褶越少显得越精致，为什么绘画里面的衣褶居然有装饰作用？绘画里的衣褶是经过精心的筛选的，不是所有的衣褶都要画出来的。绘画里的衣褶基本上都是表现这个人体动态的一个扭动，或者是它关键部位的一个动作，它是在暗示你那个下面的肢体是什么样的动作。它本身就经过筛选，所以它本身留在这个画面里面，它的这个线条就有一定的统一的趋势，它是具有美感的，不是所有的褶皱都画出来的。然后绘画的话跟不是绘画的这个美感跟现实世界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举个最设计方面的例子来讲吧，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看高定的服饰，很多都是材质美，它是没有东西的，它整个衣服它就可能没有造型，它就是一些材质很漂亮的真丝材质，很高级的那种流光感，对不对？嗯，然后不是说什么花纹越多越好，很多的高定它都是走那个 less is more 嘛，就是简洁的那个风格嘛。但是你在绘画当中想要达到这种简洁的材质美，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在绘画里面太容易达到了，而且它跟真实眼睛看起来的那种美感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写实的去还原那个真实世界的那种材质美，对吧？而且还原了也没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跟照片一样。所以其实，在绘画当中的设计，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其实都是结构上面的一些美感、一些变动，还有很少说是二次元的话是走材质美的，对不对？本身就有弊呀，是不一样的。嗯，好，然后我们再搞一个描边，描下面的颜色。对呀，是这样啊，因为它很容易达到，不像现实生活当中那个材质，它可能很难做到那个程度。
稍微有一些就可以了啊。这种方法已经是比较省事儿的了。如果是正经想要画的比较耐看的话，应该是每一个都是根据译者重新画过。不高，还好的，还好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高。不实体，不实体啊，不实体啊，我跟你说了嘛，那个老板来找过我，但是他要我提供那个平面图啊，我做不到。对，我就是懒得弄。你看，有了色块，是吧？你看，有了这个花纹跟没有这个花纹，对不对？其实是不是感觉差很多，对不？对啊，对啊，花纹大法，继续啊，继续加色块。你不画花纹怎么样？哎，不会怎么样。你好拽啊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手搓的好看，那种也可以，那种色彩也可以，但是你改一改。
不要直接那个素材咔嚓一下，然后拉一个那个渐变上来，那个不好看。拉一个那个叫什么变形上来啊。你要是考虑到了的话就最好了。因为做原创的那个团练给你们的话，其实也是花了一点心思的，想你们就是说体验到一下这块大概会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他可以用哪些方法去做，这样子对你们自己就是以后画会有好处，就是想让大家想一下吧，思考一下吧。小男孩后面有些步骤这里都没有出现，是什么？好的，然后我们再给这条衣服继续加色块啊。风的边，这个色块很简单，大家不用紧张啊。改线稿颜色不是改了吗？但是我没有这么觉得你一定要改，现在我觉得你不改也可以，只要你线条处理的够干净，你不改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你的线条要处理的比较好啊。毛坯房的线稿就不要在那里想着不用勾线了。好，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点首饰，加一点那个装饰啊，加一点珍珠在上面。呃，这个可以，不用，没事。啊，描边不够明显啊。
根据你想要的效果啊，改一下它的描边的一个强度。好的，然后我们点一下高光啊。如果平板没有的话，你就画一个珍珠，然后给它勾边勾起来，然后复制粘贴。花纹层次非常丰富，of course，要画就画丰富一点，不丰富有啥好画的？描边比上少点意思，那你手搓啊。好的，然后我们衣服的花纹到这不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裙子，继续戳。有的地方勾边似乎在卡比色，我的勾边全部都在卡比色啊！我的勾边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不就是在卡比色吗？嗯，卡比色不就是为了提高精致度吗？纯纯装饰没有这么单纯，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单纯的事情。打一个稍微亮堂一点的橘色，好的，然后我们再加一条线啊，这个图案大家可以自己发挥啊，所有的花纹大家都可以自己发挥。构思画面的主次，例会的主次，第一个就是脸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的这个服装啊，它的视觉重心在哪里？大部分常规的话应该是在胸口嘛，是吧？因为它跟脸比较近。那有时候也不是在胸口，有时候是在一些比较特别的位置，有时候是在腰部，有时候是在一些比较性感的部位，是不是？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想要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呢，先考虑这个主要部位怎么去做，应该说把力气都放在那里，然后再去考虑其他部位的设计。不要一上来你在一个不重要的部位先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它反而后面又会影响你这个主要部位的一个构思，那个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假如我找参考，找到不同朝代衣服，但我自己不知道，会有很大问题吗？看你的设计是想走那个，比较有依据的，还是说你是想混搭的？但是你如果本来就是想说东一点西一点，那就没什么关系啊，就随便混呗。但是你说我就是要搞一个魏晋时期的，对对对对对对，你是架空的还是考据的？那个就是要一个某个朝代非常清晰的，那你就要特别考究。嗯，哦，然后我们在边上再像这种一样搞点点这种小羽毛一样的感觉哦。哦，鉴赏，我何德何能啊？稍微再淡一点啊，好，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你去做一下颜色方面的一些调整。完全没有啊，那也不是，那应该是很多的吧？有，
好的，暖色比冷色难画。啊，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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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啊，稍微的，呃，对这些图形啊，再做一些调整。手搓有时候感觉为什么会比平铺好一点，是因为，手搓没有这样一模一样，它本身的误差感，哎，就是手绘的浪漫。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好像是宫崎骏说的。这也是一些场景啊，它那个现在3D 这么厉害了，现在3D 这么厉害了，但是有一些背景啊，其实手绘的还是有它的美感在，对不对？就比较耐看。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种不规整和变化性。
嗯，对啊，我说过了，可以用笔刷的，可以用，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自己改一下。嗯，是的，所以那个笔刷的话，它可以给你提供便利，但是不要特别依赖笔刷。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腰封啊，腰封的话，咱们就是加一点点色块进去就可以了。它的占比非常的小，随便的加一点花叶纹进去就行，那别人也其实也看不太出来是花叶纹，随便扭几片叶子。OK，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根腰带啊，这根腰带的话呢，我之前没有填这个色块，但大家可以，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讲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填一下这个色块，然后我们拉一个渐变啊，这个渐变也是跟我们披风的渐变是一样的，这个大家补一下啊。然后现在的话，我只要把它做的规整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在上面啊，用一个正片啊叠顶，去把它的一个形态勾勒出来。不用正片叠顶吧，不用正片叠顶，就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饱和度稍微强一点啊，往红色那边拉一点。线的造型做的松一点啊。
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把它勾完啊。像这种视觉中心的东西，我一般不怎么用那个描边，除非它特别小。但是如果你的色块做的足够干净，你用一个稍微粗一点的描边应该也可以，看一下效果，你可以之后再改一下，不要让它太硬就行了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袖子，袖子，我们加一点点植物的元素在里面啊，在袖子的这个边边这，对，边边这里。喝咖啡奶茶吗？咖啡奶茶喝呀。挺好喝的。嗯嗯，稍微偏绿一点，给它扫一下。好，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小果子，偏黄一丢丢啊。
这个我们处理的平一点儿啊。稍微有一丢丢的刻画就可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披风、披帛啊。又来了，我们同学最喜欢的戳花纹的时间啊。是的，我知道你们其实非常喜欢这个环节。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什么类型的书？感觉很有帮助啊。那就是大师的书。你可真是个天才。你小子。大师的一些色彩的书嘛，光影类的，但是反正我要买都是买那种就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那种。不是什么的色彩世界是国外的一个呃老师啊，不是老师是大师啊，大师的一个就是教大家这个对颜色的认知的。那会儿就是想提高色彩的时候就买了那本。不过那本是插图啊，就是光影。我找找看，下课找一下看。
然后什么莫奈的画集啊，萨金特的画集啊，我都是买这种。然后我们稍微的用一个周围的颜色啊，做一点点的颜色的渗透，做一点染色。然后我们就再去把它布灵布灵点出来，这样它就有布灵布灵的感觉了啊。原来如此，嗯，那肯定会有一点立体的效果呀。刺绣就在这里了啊，在此处了。其实你们看我画下来，最大的一个跟你们的差别应该就是耐心。对，我的所有塑造方法，包括我画插图的所有塑造方法，就是没有什么技巧，这就是一点点去画就好了，就是耐心，用12万分的耐心去对待一张图，比你不耐心的画10张图都有用啊。练习在没有门道的时候呢，贵精不贵多啊，找到门道了以后，数量就要跟上。为啥这么有耐心？嗯，可能是命苦吧。对，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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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所有耐心都是画了星星以后拥有的。我在画星星的时候曾经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对对对，你们在画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它确实是需要你花时间进去刻画的，你们的状态应该有一点点像是那种遁入空门的状态啊，就是感觉啊，我总有一天是可以画完你的。有这样的感觉，容光焕发。你这个人哦，就是有点懒，画的挺好的，你要耐得下性子画，知道吗？哎，九子，耐下心来画啊。就现在颜色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进步，它以前那个黑历史你们没看到，现在已经画得非常 beautiful 了。好的，然后我们衣服的花纹基本上就已经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我们哎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上很多的首饰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头发啊，头饰上次就是画到这个程度，我们现在把它整理一下啊。没关系，今天这个走的是一个原始的风格，它不是特别的那个难啊，走的是一个原始的风格，就这样刻画吧。这里对部分同学来讲，在自己创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点点的小难度，就是你这个枫叶的一个排列啊，这个枫叶在颜色上面去刻画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太单一。所以刚才没有去做一个复制图层
的动作，就是想留多一点的混色在里面。这块儿其实会有点重视混色啊，就是平时我画厚涂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这样画。嗯，会不会有时候有点困扰？没有困扰啊，为什么会困扰？它们的原理不是一样的吗？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其实电脑绘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薄涂，它只是做了一个薄涂的效果而已。你真的要画薄涂，你就是画水彩，那个就是叫薄涂，就是它是晕染的嘛，先画浅色，再画深色，对吧？它的顺序是无法改的。
如果对枫叶的形态本身是有一个困难的啊，要找枫叶的参考放在边上的啊。这个如果还不够的话，就再去找枫叶本身的形态。构图明暗变化非常细腻，很难自己编。很难自己编呢，就已经是这个光影啊，其实你还没有掌握的特别的扎实，就是对光的那个知识本身就还有一点困惑。它这个东西所有的没有办法细化下去啊，它都是跟基础有关系。它一般都跟画法没什么关系，画法只是你基础掌握的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物理呀，稍微知道一点就可以了，跟绘画相关的知道一点就可以了。也不用，就最基本的一些，它那个它那个什么高光啊、明暗交界啊，这些知道一下就行了。有一些稍微要知道一下，什么红色的光波啊，它那个穿透力比较强，对吧？好了吧，也可以说是物理知识吧。
优化一下它的形态啊，这步就自己看啊。然后我们搞一下这两个小小的绿色的小球球。给它勾一个边。我们在这个眉毛的上面啊，我们搞两个小小的红点。
眉毛我们重新给它画一个底色啊。对呀，团练真的好快哦。那我们在线稿上面这样稍微蹭一下，把它在头发里的部分减弱一点，这样就会有点若隐若现的效果。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头发啊，给它稍微绑2个小小的红绳。你在耳朵上面，我们稍微的搞一点点金属，一点点啦。A little 啦。看一下整体效果啊，有小小的东西。
镶嵌一颗宝石在这里。现在对同学们来讲，这个简直就是非常的易如反掌，对不对？嗯，非常好，很好啊。嗯，那要磕的一定要有这个磕的一个过程啊，这样才能掌握呀。嗯，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光源。好，然后我们继续添加首饰啊，在我们的脖子这里啊，我们开始描边，给它加璎珞。
给它添加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也跟我们整体的一个服饰的颜色呢，它要比较的搭配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呃这个小姑娘加一点细节啊。在这里的话呢，我想给她加一个葫芦但是这个要放在那个线稿图层的下面。葫芦的话呢，我们造型上面选一个差不多的做参考，做我们的造型参考。我们在葫芦的图层上面直接就给它
把线稿给概括一下。服务上也有花纹，对呀，服务上就随便来一点嘛，来一点点花纹就好了。在线稿涂层用一个白色啊，我们就把这边葫芦的线稿给它去掉。
啊，细节有时候就是这样堆出来的，就是在你已经没有什么耐心的时候，然后再来一点，没什么耐心的时候再来一点啊，但是不要乱加啊，看着情况，还是要在一定的主次关系下啊，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乱加还就是从效果上面来讲，还不如不加。但是呢，在练习的时候啊，本来就是试错，你想乱加你就乱加吧，加着加着你就知道哪些是乱加，哪些是应该加的了。高光颜色喜欢用对比比较明显的颜色，嗯，看情况，有时候我也不喜欢太亮的高光，但是这种平涂的时候很亮的一个高光，它确实是比较容易出效果的，因为它整个的整体已经没有光影了嘛，对吧？哎，因为我这个也不能算特别特别平，哎，平也挺平的，从效果来讲挺平的。但是在小物的刻画上面，其实还是比较注重体积的，嗯，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绳儿啊，嗯，有线稿对这个体积还是有作用的。
其实它这个，我的这个刻画吧，它就是非常的原始，就是跟着它本身该有的一个情况就给它画出来就行了。真的吗？好的。可愛いですね。对，一点红色上去啊，跟那个颜色做一个呼应啊，用了一个颜色涂层。OK，精致度 up up。柿子去哪儿？柿子不见了，柿子不见了也并没有什么所谓，我们可以直接自己画。我的线稿涂层下面啊，我们这儿弄一个涂层。哦，在这个图的下面，我找到了，找到了就不搓了，找到了就在底色的基础上搓啊，就是这样一个底色，大家先糊一个这样的底色啊，应该能找到啊，能糊上。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给它搞一点，一开始的这个底色它是比较的，相对来讲灰一点啊，然后我们加入层次稍微丰富一点的一个各种的橘色啊，来区分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层上面，我们又是给它搞线梗啊，饱和度可以高一点。哎呦，
点点高光。然后我们加一点点，加一点点梗上去。然后加一点叶子上去。柿饼，柿饼我就是挺喜欢吃的，但是呢，吃多了伤胃呀。然后我们把手上这个也稍微的补充一下。
嗯，诶，吓死我了！画了半天没了，这哪个好人能接受？这个式子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啊。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篮子来做一下啊。这个篮子呢，我们就用一个正片叠底找一下啊，就是取一下它的一个特征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手上拿着的这个枫叶给它细化一下，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啊。
已经不是，我已经不是特别快了，我已经超时了。但是这种也没办法，这种题材它本身就会用的时间多一点，它细节多一点。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鞋子，找到鞋子啊，然后我们给它做一点点的装饰。我们加一个小花花放在前面。好，那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
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一点点正片点滴，然后就勾一下线，就好了，进入尾声喽。其实还可以加，还可以加东西啊。这个东西画到哪一步，看大家自己啊。你还可以往上加首饰，嗯，手环呐、对吧？手链啊，给它搞点戒指啊，是吧？那个，胸口你愿意的话，你这里再来一串宝石啊，都可以啊，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可以加，你喜欢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什么啊。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我一般给你们上完以后，我第二天起来我还会再想一下，还会再调整，所以你们经常看到我可能会再加一点细节啊。一张图画好了以后，再拿出来重新的去整体的审视，再去思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大家经常要有这种习惯，就是画完了再整体的看一下，看能不能更好。对，经常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图。如果大家觉得一张图在画的时候带给你很大的一个痛苦的感觉呢，在方向对的情况下啊，单纯就是说再往下局部走一点，让你觉得痛苦的话，那就说明这张图就是对了，对吧？它练到你了，你才会觉得痛苦。如果你画这张图不费吹灰之力，那其实这种类型的图你以后就可以少画一点了。那对你来讲已经是很简单了，没有什么帮助。就是从练习角度来讲啊，如果你是说画画爽的话呢，那当然是怎么舒服怎么画了，对不对？然后大家经常说在网上看到非常焦虑的什么人家什么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速图，那个是别人的一个舒适区的集大成者的一个结果给大家看到了啊，就他这个东西他这套东西已经非常熟了，他画这种东西几乎不再需要经过什么思考，他就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速度。这片叠底这步就是增加体积感呀。
哎，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是只能是一个长期训练的结果，是一个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你就是去画一折，去练这个东西。这块颜色是什么东西？哦，不耐烦，为什么要不耐烦？这么开心的东西，你们不觉得一点一点把这个衣服画的精细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吗？嗯，对呀，这里还有点毛茸茸，需要需要去整理一下它的正字形啊，嘿嘿，好可爱。嗯，可愛いですね。好了，看看你该勾线的给它勾起来，我们这张图就完成了啊。
不耐烦就先放在那里嘛，放在那里出去玩玩一圈了再回来弄嘛。画画就是不要跟他死磕到底，就是你觉得累了你就去玩好了，玩好了你又想画了，那就是这样子。你本来就已经很不耐烦，你就说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怎么地，哎你就是为难自己，何必呢？眼睛是必备，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哦，眼镜啊？怎么你平时画自己的图的时候不用戴眼镜的吗？上年纪了，膀子剧痛，那就慢慢画嘛。你们的时间很充分呢，你们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刻一个线稿和一个色稿。BDO 线稿，好吧。明天早上交下纸，好啊，可以啊，8点钟不见不散。哦，社畜是难一点的，花线2小时，哼，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能不能交上。耐下心去抠一张图啊，大家会有收获的。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特别焦虑的学生，但是我感觉如果是他那样子的话，就是会自己太辛苦了。如果画画让他这么不开心的话，那就是规定自己，比如说一天我就要交多少张练习这样子，他要画多少张练习，然后呢，但是他每一张都没有在思考，就是说问题它是重复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跟他说，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分散去重复错误，你还不如在一张上面，就是说思考的多一点，把那个5、6张的时间就放在一张上面，去找到自己的错误，然后试着去修正自己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数量没达到，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在画这样子。就是这个，哎，真是没有必要。然后呢，他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稿件的压力什么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同学。接的稿必须要憋，接的稿你也确实必须要憋出来，你不憋怎么办呢？手搓重工蕾丝，蕾丝也手搓啊，这么牛啊！蕾丝我是搓不了的，蕾丝直接去自己做比赛不就好？哦，那也可以。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多练基础啊。但是基础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喜欢练，但是一张画吧，它耐不耐看，有时候就是看你基础好不好。同样的设计，你基础好，它就显得好看一点；你就是不好，它就显得不是特别好看。就是人体啊、透视啊，你没事儿你就多练练。反正大家现在上了那么多的课，怎么练的话，大家应该心里都就是也比较有数啊。看透视书，直接去墨方块就行了，不要看透视书。这是真的呀。一样的设计，如果你是一个刻画和基础特别好的人，你画出来就是好看，就是别人很容易 get 到你设计的美感。你如果说人体和透视特别特别差，你就是这个设计很好，除非你是平铺图，
不然你一上身，别人就被你别的地方给吸引了视线，就是哎，这个人的人体怎么这么的有点问题，对吧？就光看你人体去了，他就是看不到你的设计有多好看，就是这样子。我碰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一样的设计，不一样的人画，那感觉就非常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所以说也不是说有些同学不是说设计不好，他可能设计挺好的，他只是没有这个能力把自己的设计很好的表现出来。没事儿就多画速写啊，人体是例会的基础，人体不好的话，谈后面的东西就是很悬浮的东西。当然，你们也看到有一些老师，他的人体可能一般，但是他的东西很好看，那是因为他其他方面太好了，比如说他的色彩啊什么特别好。啊，正课没有场景，对呀、正课，而且正课我可能看这次能不能开起来，这次如果开不起来的话，应该也不开了。这次开得起来的话，应该也不会开。因为正课这些东西吧，其实就是老生常谈。嗯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反正差不多的课都有。过2天这个其实没关系，这个不要紧。系统课的东西，反正就是，其实真的是老生常谈的，说起来也都是市面上都有的东西，就是多练，讲来讲去就是多练。
改图的话，也有很多老师，他是专门开改图的课的，那种也很好的，那种如果有的话也是不错。特别是如果你的人体不够啊，透视不够，这个时候你想去学什么插画什么，这个就很难了，除非你借助3D 帮你解决你的人体问题和你的透视问题，然后你去学插图的刻画，这个就是唯一可以跳过中间那个环节，去学习后面的内容的一个方法。不然的话其实很难，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弄好，你后面的刻画再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色彩的话，现在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色感啊培养起来，也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就去画几遍，网上这个免费的色卡这么多，好看的色彩美学的电影这么多，你就去截图，对啊，你就吸它的颜色，你就去感受它，你根本没有感受过它，你怎么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效果呢？世界上的颜色，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颜色是别人没有用过的。稀奇的是颜色的组合，对吧？那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感受这个颜色。12点也没有了，我就好了呢。最后2张是动态稍稍简单一些，因为它涉及到的细节多嘛，正面嘛，它时间就会长一点，这个就是这样。
OK 了啊。看一下这张图啊，可能我之后还会明天再看看，可能还会加一点点小细节，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啊。细节要加也不会加很多啊，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跟作业啊。然后背景我们加上去，看一下整体效果啊，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喽。嗯，下期 QQ 人团练画成正，不会吧？那怎么画呢？一个大蛋糕前面站着一个水冰月，这样也不太合适吧？对呀，这个比例就很怪呀。对啊，正别人站在披萨上，就是说比例会很怪，因为你画不到一个完整的披萨或者一个完整的蛋糕，你要表现那个正比的人，你就只能画到局部了。续杯 QQ 人，对，下一期是 QQ 人。